女人在棺材里生了个孩子，每到3更半夜，她就会到山下的铺子里买东西吃。老板出于好奇，就是一路尾随，没想到竟然跟着来到了一座坟墓，收到的钱也全变成了冥币。荒郊野岭的一座坟墓，传来女子的痛苦叫声，原来是棺材里的女人正在生产。好在祝生娘娘保佑，让女子平安产下了孩子，同时也保佑刷到这个视频点亮小红心的人鸿运当头。此时留言666，祝生娘娘也会保佑大家人财两旺，心想事成。母女二人就这样在棺材里生活了6年。女人经常会来到山下的杂货铺买吃的，但她每次都是赊账，这令老板非常的不爽，因为这个女人已经赊了6年的账了，每次来都只给一张借据。起初老板同情女人，单身在外也不容易，可自己毕竟是做小本买卖的，天天赊账谁也受不了呀。女人苦苦哀求老板能再帮她一次，要不然她的女儿就会饿肚子，她保证下次一定会拿钱来。店老板最后还是于心不忍，又给了她一些食物，而女人则再次给了她一张借据。老板就决定明天一早到这上面的地址讨债。隔天一早，老板就来到了隔壁村的肖家米店，结果发现这里的房子十分气派，老板就感到非常生气，认为女人是在故意捉弄他，家里面明明这么有钱，却还要写借据来买东西。正在这时，走过来2个女人，店老板上来就拿出借据，要让他们还钱。奶妈和玉梅感到十分纳闷，因为他们并不记得欠什么人钱。可当他们看到借据上写着李红玉3个字后，瞬间脸色大变。奶妈表示，这李红玉都已经死了5、6年了，怎么可能去找你买东西啊？认为店老板肯定是在讹诈，随后就把他给轰了出去。老板回去后越想越气，自己好心给女的吃的喝的，可女人却拿他寻开心。而此时女人竟然又找上了门，店老板正要破口大骂，没想到女人却表示这次是来还钱的。店老板也瞬间消气了，还又给他拿了一些食物。店老板很好奇，他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有钱了，于是就打算偷偷跟踪女人。他一路跟着进到了树林，却发现女人突然消失不见了。正在这时，他发现前方似乎有着什么东西，于是他走近一看，发现这里竟然是那个女人的坟墓，而且刚刚女人给他的钱也全都变成了冥币。老板吓得大喊有鬼，随即仓皇逃离了这里。店老板发现女人是女鬼后，就立马去庙里求了一些符咒贴在家里，并且一到晚上就立马紧闭房门，就怕女鬼还到店里来找他。果不其然，红玉这晚又来了，没想到他刚一靠近就被符咒的法力所伤。哎呦，家仔这边有我给保护啊！我命休气哦！哎呦，拜托你哈，别过来找我哈！阿弥陀佛哦。棺材里爬出一个小女孩，而她正是女鬼红玉的女儿。见母亲外出迟迟没有归来，饿着肚子的小霞只好独自一人来到外面。她环顾四周，竟然发现在地上有个别人吃剩下的肉粽。正在这时，红玉也赶了回来，小霞连忙跑过来把肉粽拿给母亲吃。看着如此懂事的女儿，红玉感到十分的愧疚。突然，地府的鬼差现身，李红玉，已经6年了，你为什么还不到地府报到？鬼差大哥，我求您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先让我安顿好我的女儿。可以，但是你必须要快点，留给你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说完，鬼差就消失不见了。眼前这个男人名叫肖万福，是当地有名的富豪，同样也是肖家米店的老板。肖老板连续娶了4个老婆，除了大老婆玉梅以外，其他3个小老婆不是意外死亡就是发疯。为了肖家的香火，肖老板只好请来风水师到家里看看。风水师看后表示，肖老板家的坟墓可能存在阴尸，家里一旦出现阴尸，就会发生心腹避风、男丁全无的现象。他让肖老板仔细想想，家里是不是还有谁的骨没捡。肖老板随后想了起来，自己娶的第2个老婆红玉已经去世6年了，至今还未捡骨。风水师听后就想要开棺看一看，按照风水师的指示，肖老板请来捡骨师，准备要打开红玉的棺材，想要看看红玉是不是真的变成阴尸了。没想到棺材打开以后，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，因为红玉的棺材里竟然多了一个小孩。肖老板心里想，难道这个孩子是在红玉棺材里出生的吗？捡骨师正要准备将母女俩火葬，小霞却突然睁开眼睛。玉梅看见后则当场被吓晕。肖老板走向棺材，将小霞给抱了出来，而此时棺材里的红玉则瞬间变成了一具白骨。肖老板将小霞带回家以后，可谓是万般疼爱，但肖家上下都对这个在棺材里出事的小孩感到非常害怕，没有人敢接近他。小霞整天嚷嚷着要找妈妈，肖老板告诉他，你有爸爸就够了，更何况你的妈妈已经去世了。可是小霞一直坚信母亲红玉一定会再来看她的，所以每到半夜的时候，她都会偷偷跑到后院等着母亲。而这一天，红玉果真出现了。红玉问女儿在这里住的好不好，小霞表示自己过得很好，但是她非常的想念母亲，很想母亲留下和她一起生活。红玉告诉小霞，自己将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不能再陪伴她了，要小霞今后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此时玉梅刚好路过，撞见了小霞正在和红玉说话，但她却看不见红玉，只看到小霞一个人在自言自语。而玉梅一直怀疑小霞来历不明，希望萧老爷能好好调查一下。可萧老爷却十分肯定，认定小霞就是他跟红玉的女儿，这一定是老天爷可怜他没有子嗣，才会令小霞平安出世。此时奶妈在一旁煽风点火，认为小霞是从棺材里挖出来的，不吉利，还没出世就克死了自己的母亲。
继续留在肖家，说不定还会惹出来什么祸端，还是趁早送走好了。肖老板听后勃然大怒，警告奶妈不许再这样说话，今后谁敢欺负他的女儿，他就把谁赶出肖家。玉梅此时感到非常的不安，认为红玉死的不甘愿，所以要来找自己寻仇。那么玉梅和红玉到底有着什么恩怨呢？原来玉梅嫁入肖家后，一直没能给肖老爷生一个一儿半女。一次无意间，她在寺庙遇到了懂事善良的红玉，于是她不顾奶妈的反对，就把红玉介绍给了自己的丈夫，想让肖老板纳红玉为妾。可真的到了两人洞房的那一刻，玉梅的心里如同刀绞，而奶妈也在一旁提醒她，一旦红玉为老板生下一儿半女，到时候玉梅女主人的地位可就危险了。但事已至此，如今也没有办法回头了。她也相信丈夫对自己的感情，可很快就被现实打脸了。自从红玉嫁进肖家，肖老板对她可谓是疼爱有加，参加什么宴会都会带着红玉，完全冷落了玉梅，这令玉梅非常的气愤。而更令她没有想到的是，红玉才嫁进来半年，很快就怀上了肖老板的骨肉。肖老板非常的欢喜，他向红玉承诺，只要能把孩子好好生下来，以后肖家的财产都是他的。而红玉只希望孩子能够平安降生。看着两人如胶似漆的样子，玉梅非常的嫉妒。奶妈担心红玉会取代玉梅少奶奶的位置，于是就想出一计要对付她。听了奶妈的计划，玉梅还是有些犹豫，想着还是先让她把孩子生下来。而奶妈则表示，等她孩子生下来，一切都来不及了，让玉梅不要管了，一切她自有安排。这天晚上，奶妈和玉梅假借祭拜祖先、保佑腹中胎儿为由，将红玉叫到了祠堂。而红玉不知道，奶妈早已在门槛上涂抹了香油，使红玉重重的跌倒，头还撞到了地上。红玉躺在地上痛苦不堪，她求玉梅赶快救救自己和孩子，可玉梅却被奶妈强行拉走。虽然红玉捡回了一条命，但却一直昏迷不醒。而孩子能不能顺利出生，就要看红玉的造化了。就这样一直过去了2个多月，红玉始终昏迷不醒。刚开始，肖老板每天还会来探望她，可日子一久，肖老板也渐渐没了信心，最后索性连理都不理了。红玉每天孤单地躺在床上，只剩下一口气在苟延残喘。鬼差此时出现，将红玉的魂魄从肉体中分离。红玉本以为鬼差是来勾她魂的，可鬼差却告诉红玉，他还有50年的寿命，他这次来是要带走腹中的孩子的。红玉恳求鬼差不要抓走自己的孩子，他愿意代替孩子跟鬼差走，反正自己也不想活了，不如折寿给自己的孩子。鬼差被红玉伟大的母爱感动，最终同意了他的请求。隔天，佣人来给红玉喂药，竟然发现红玉已经醒过来了。肖老板得知消息，兴奋地跑来，他来到床边，不断地喊红玉的名字，可是红玉只是瞪大了眼睛看着他，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。玉梅和奶妈做贼心虚，非常担心红玉会说出真相。医生看后表示，红玉的病情已经好转了，而且肚子里的孩子也很正常，但由于昏迷的时间太久，必须再静养一段时间才能够开口说话。如今红玉大难不死，玉梅就打算向丈夫坦白一切。奶妈连忙拦住她，一旦肖老板得知真相，玉梅一定会被赶出肖家，而自己也会被关进监狱。奶妈让她不要担心，一切她自有办法。这时玉梅来给红玉喂药，可红玉却一直不肯喝。这时红玉突然开口说话了：“玉梅姐，你的心为什么这么狠毒？你为什么要见死不救？”玉梅吓得连忙下跪，请求红玉能原谅自己，都是自己心胸太过狭隘了，担心红玉会抢走自己在肖家的地位。红玉说：“你实在是太傻了，我都准备让我的孩子认你做干妈了，又怎么会跟你争抢呢？更何况自己也活不了多久了。”玉梅问她是怎么回事，红玉则告诉她，到时候你就会知道的。此时奶妈正在一旁偷看，并且露出了凶恶的眼神。到了晚上，奶妈悄悄来到了红玉的房间，竟然用被子将红玉活活的闷死。玉梅听见动静赶来，看到奶妈害死红玉的一幕，奶妈表示：“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啊，小姐。”玉梅还想去叫医生，说不定红玉还有救，可却被奶妈强行带出了屋外。红玉死得突然，就连医生也查不出原因。肖老爷悲痛万分，只好忍痛将红玉和腹中的孩子安葬。没想到6年过去了，小霞不仅平安出生，最终还是回到了肖家。红玉见女儿如今已经认祖归宗，心愿已了，于是就跟着鬼差转世投胎去了。而小霞则在肖老板的保护下平安长大。同样，小霞还查清楚了母亲被害的真相，玉梅和奶妈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父女俩一同来祭拜红玉，以告慰她的在天之灵。